请闭上眼睛，想象你穿越回北宋元丰年间，漫步在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那车水马龙、喧嚣繁华的大街上，你最可能听到什么谈资？大概率是苏东坡新写了哪首绝妙词作，或者是王安石变法又引起了哪场朝堂骂战。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是儒家礼教的盛世。然而，在这一双双热衷于吟风弄月的眼睛背后，有一双眼睛却格外不合群，甚至透着一丝古怪。这双眼睛的主人没有流连于诗词歌赋，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一团黑漆漆的、从地下咕咕冒出来的油状液体发呆，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对大自然有孩童般无尽的好奇，他会为了搞清楚彩虹究竟怎么形成的，在大雨滂沱之后独自爬上泥泞的山头去找答案。他会毫不介意自己的身份，脱掉长衫，钻进被士大夫轻视的工匠作坊，目不转睛地观察泥土和火焰如何发生奇妙的反应，让文字像有了生命一样在纸面上跳舞。这个人名叫沈括，他在晚年历经沧桑，隐居江苏镇江，写下了一本闲书《梦溪笔谈》。在当时的文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本茶余饭后解闷的异闻录，但在千年之后的世界科技史长河中，这本书却巍然耸立，成为了一座任何学者都无法绕过的珠穆朗玛峰。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给予这本书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本人也被盛赞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为什么一本听起来冷门的书会如此重要？在那个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沈括作为一个曾经执掌国家财政的重臣，代表国家尊严的外交官，甚至在边疆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他本可以像其他文人一样，在晚年整理诗集，博得一代宗师的千古美名，但他偏不。他决绝地把自己关在梦溪园里，凭借超越常人的记忆力和手术刀一样敏锐的洞察力，一笔一划记录下了北宋最硬核、最底层的科技秘密。他详细记录了平民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如果没有这几百字，这项足以改写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发明，极可能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是他最早给那种燃烧着黑烟的地下液体正式命名为石油，并且预言这种黑色液体在遥远的未来必将大行于世。也是他在无数次的实验中发现了地磁偏角，比欧洲人的记录整整早了400年。当你真正静下心来翻开《梦溪笔谈》，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绝不只是一本简单的书，它更像是一个搭建在北宋时空里的好奇心实验室。沈括在书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的那种观察世界的方式，绝不盲从古籍权威，坚持实地考察，坚持用严谨的实验去验证每一个假设。这种不问鬼神问苍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苦苦呼唤的科学精神。现在，请随我一起，用力推开梦溪园那道斑驳的木门，去邂逅这位在思想上领先了世界整整800年的科学疯子。如果我们暂时褪去古人的长袍马褂，用现代职场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沈括这个人，你会惊讶地发现，天才这个被滥用的词汇，在他那深不见底的才华面前，都显得有些单薄和苍白了。在北宋那个群星璀璨的大时代，苏东坡代表了文学和审美的极致巅峰，王安石是搅动帝国政治风云的巨波，而沈括则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最顶级的跨界斜杠青年。你敢相信吗？他的个人履历如果打印成一份简历，足以让任何时代的顶级猎头感到疯狂。在这份简历上，他不仅是掌管帝国钱袋子的财政专家，纵横捭阖的外交官，杀伐果断的军事指挥官，他同时还是治理水患的水利工程师，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
精通音律的音乐评论家，甚至还是一个满脑子懂逻辑和空间几何的数学家。沈括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但幸运的是，他父亲沈周并不是那种只会坐在太师椅上读死书的迂腐文人，而是一个常常卷起裤腿下地干活的实干派官员。沈括从小跟随父亲南来北往，他的童年不是在沉闷的书斋里背诵，而是在波涛汹涌的运河边看先夫如何拉船，在泥泞的田间地头看老农如何灌溉。这种从小在泥土中泡大的实践出真知的家族基因，深深决定了沈括这一辈子注重实效的底色。他对那些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因此，当沈括进入中央政府后，他并没有在翰林院里舒服地写诗，他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哪里有最难啃的硬骨头，他就往哪里啃。在司天监，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天文台，他敏锐地发现当时的历法误差大得离谱。面对天文学界的守旧派，他没有退缩，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雷厉风行地撤换了一批混日子的庸官。他不仅在全国大规模推行天文实测，还亲自动手改进了浑仪、镂刻等精密天文仪器的设计。在他看来，天上闪烁的星星绝不是用来占卜吉凶的迷信工具，而是可以用来计算运行规律的宇宙天体。在没有硝烟的外交战场上，公元1075年，北方强悍的辽国妄图通过外交讹诈割占北宋领土，双方官员在谈判桌上僵持不下。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沈括临危受命，出使辽国。他没有空谈仁义道德的大道理，而是充分发挥他那堪称人肉数据库的博闻强识。他连夜在档案馆里翻阅档案，硬是找出了铁一般的历史地理依据。在谈判现场，把辽国官员驳斥得哑口无言。更绝的是，这个有特工潜质的科学家，在回程路上顺手就把沿途辽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极其详尽地绘成了地图。这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就是最顶级的军事情报。而在刀光剑影的军事前线，当他受命镇守延州时，他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统帅风格。他不是大吼大叫的坐镇中军帐，而是带着工具去研究复杂地形，依据地势修筑坚固的堡垒，甚至利用物理知识改进了弓弩的瞄准系统。他这种文人带兵的方式，靠的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后的降维打击。然而，历史的剧本往往充满了令人扼腕的转折。命运给这位全才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沈括虽然在专业技术领域无往不利，但在那个党争极其惨烈、政治倾轧如同绞肉机一般的年代，他那只认死理的处世哲学显得有些技术派的单纯。他曾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乌台诗案，也曾因为政治立场不够纯粹，被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同时排挤。最终，一场名为永乐城之战的惨烈军事失利，成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点。50岁那年，沈括被无情地连降数级贬谪他乡，随后更是遭到了长期的软禁。对于一个习惯了在大舞台上指点江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正如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沈括在人生最灰暗、最孤独的时刻，转向了他内心深处最稳固的避难所——自然科学。公元1088年，满头白发的沈括搬到了镇江梦溪园。他在这里伴随着潺潺溪水，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8年。这8年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沈大人，他变成了一个经常坐在溪边发呆的老头。他把这一生所见所闻、所做实验的所有细节，像拼图一样一片片拼凑起来。那些被主流文人视为小数的工匠技艺、算术演练、草药采集，在他笔下汇聚成了30个门类的详尽笔记。这就是梦溪笔谈的由来。沈括在序言中自谦，
说这只是他在梦溪边上和客人们随便聊聊的闲话，但实际上这是他用一生的实战经验和超越时代的观察力，为中国古代科技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数字化备份。如果我们把浩瀚的梦溪笔谈比作记录了北宋科技运行参数的黑匣子，那么这一部分就是黑匣子里最精密、最核心的硬件。沈括记录了3项足以改变世界文明进程的发明与发现。我们不仅要看这些成果本身，更要看沈括如何以一种极其专业的技术观察员视角，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智慧火种总结成了逻辑严密的科学词条。提到印刷术，大家都会想到毕生，但你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沈括的仗义直言，毕生这个名字极可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在梦溪笔谈卷18中，沈括仅仅用了300多字，就像高清摄像机一样精准地还原了这项发明。沈括记录的活字印刷绝不是一个粗糙的概念，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生产的保姆级操作指南。字模制作，用粘性极好的胶泥刻字，厚度要求薄如前唇，烧制成型，每字一印。排版技术，沈括详细描述了一个堪称黑科技的关键物——松脂蜡混合粘剂。他记录到，先在铁板上铺上松脂蜡和纸灰混合的药剂，然后把泥字模排进去，用火在底下轻轻一烤，药剂融化，迅速用平板在字面上一压，字面就平整如底。沈括为什么要记录得这么细致？因为他那颗充满逻辑的大脑敏锐地察觉到了活字印刷的效率临界点。他透彻地指出，若只印3-2本，蔚为简易；若印数十百本，则极为神速。这不就是现代工业中的边际成本概念吗？他甚至详细记录了毕生如何通过制作大量备用字模来解决排版中的并发需求。这种对生产流程的深度拆解，完全超越了传统文人的视野，更像是一个运筹帷幄的现代工业工程师。在梦溪笔谈卷24中，沈括记录了他在延州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的一种奇异液体，当时的人俗气地叫它石漆或汁水。沈括觉得这些名字都不够专业，于是他大笔一挥，定名石油。沈括不仅观察到了石油，还立刻动手做了化学实验。他发现石油燃烧时产生的烟雾极浓，于是他突发奇想，这呛人的黑烟能不能收集起来做墨水？他收集了石油燃烧后的烟灰制成墨，结果发现这种墨色黑得发亮，质量比当时最好的松烟墨还要出色。沈括当即断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请记住，那是遥远的11世纪。在那个连煤炭都没有大规模普及的年代，沈括竟然准确地预言了石油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角。他不仅看中了石油的实用价值，还体现出了极其宝贵的资源替代意识。他认为地下涌出的石油取之不竭，而大量烧松树取墨会导致森林被砍伐殆尽。这种为了保护环境而寻找替代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千年后的我们汗颜。在指南针的应用上，沈括同样有惊人发现。在那个没有卫星导航的古老时代，人类如何在茫茫大海中定向？沈括在书中像编写实验手册一样，记录了指南针的4种安装方法：水浮法、指甲旋定法、碗唇旋定法，以及他最推崇的摩擦力最小的铝旋法。但沈括最伟大的发现，不是指南针本身，而是藏在指南针微小摆动背后的一个偏角。他写道：方加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难也。这简简单单的10几个字，庄严宣告了人类第一次发现了磁偏角。在此之前，人们盲目地认为磁针指向的就是绝对的正南正北。沈括通过无数次实地测量，彻底推翻了这种经验主义。要知道，地磁极和地理极
并不是重合的。如果不知道磁偏角，长距离航行的船只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欧洲人直到400年后，才由哥伦布在横渡大西洋时震惊地意识到这一点。沈括的发现是人类对地球物理场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当我们拆解完这3个硬核案例，你会清晰地发现，沈括写《梦溪笔谈》的核心逻辑有3点：一、尊重工匠精神。他从不觉得毕生这种平民搞出的是奇技淫巧，他认为这些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力量。2、追求数据精准，不管是字模的厚度，还是词针偏差的角度，他都严苛地要求自己精确到极致。3、预测应用前景，他不仅记录是什么，还永远在思考能干什么。在北宋那温柔的月光下，沈括就像一个孤独的程序员。在那个满是感性诗词的时代，他用枯燥严谨的文字为中国科技写下了一行行严密的底层代码。这些代码不仅记录了当时的辉煌，更在后来的岁月中成为了点燃现代科学文明的火种。在北宋那个盛行天人感应，遇到日食都要逼着皇帝下诏罪己的时代，沈括却像个现代实验室里的福尔摩斯，通过极其细微的蛛丝马迹去破解自然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他不仅在看，更在格。这种格物不是枯坐冥想，而是极其艰苦的实地考察与逻辑推演。这是《梦溪笔谈》中最具震撼力的篇章之一。当沈括奉命视察河北境内的太行山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悬崖峭壁之间，竟然横着一条长长的带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嵌满了螺蚌壳和像鹅卵石一样的石子。当时的人怎么看？有人敬畏地说是神迹，有人说是龙宫搬家。但沈括蹲在山脚下，拿起了这些壳，开始了他的逻辑推理观察。这些螺蚌壳和今天海边的贝壳一模一样。推论：螺蚌是绝对的水生生物，鹅卵石是流水长期冲刷的结果。结论：这里在很久很久以前根本不是大山，而是一片海滨。这就是著名的冲积平原形成理论和海陆变迁论。沈括通过地质分层现象，推断出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河等河流带来的泥沙堆积而成的。你要知道，西方直到几百年后才由达芬奇提出类似的见解。沈括通过这些沉默的证人，还原了地球亿万年的呼吸。沈括在延州任职时，还有一次神奇的发现：当地百姓在挖地基时，意外挖出了一丛石化了的竹子。沈括并没有把它当成古董收藏，他思考的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延安现在这么干旱，根本不产竹子，为什么地下会有竹子的化石？他得出了一个令现代气象学家惊叹的结论：在极遥远的古代，延安的气候一定是温暖潮湿的，适合竹林生长。这意味着气候是会随着时间演变的。这种通过生物化石反推古气候的思维，正是现代古生物学的奠基石。沈括对物理光学的好奇心简直像个孩子，他不仅解释了红是阳光照射在雨滴上产生的物理现象，还对镜子着了迷。他记录了一个叫杨穗的实验，凹面镜成像。他发现，当你的手指靠近凹面镜时，影像是一致的，但当你移动手指超过一个特定的点时，影像就会突然反转变成倒立的。沈括用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他把这个现象比作划船的桨手，往后划桨，船往前走，中间那个支点就是爱。他通过这个比喻，完美解释了光线的交汇与发散。这种对焦点和成像规律的描述，比欧洲的物理学著作早了500多年。作为一个顶级斜杠青年，沈括在数学上的成就同样惊人。他发明了2个厉害的工具，一个是细基数，用来计算像堆叠在一起的酒坛子、叠起来的棋子这类带缝隙的空间体积；
这是中国古代高阶等差数列求和的开端。另一个是会圆数，通过弦和使圆弧的高度来直接计算圆弧的长度。这些听起来枯燥的公式，在沈括手里变成了测量天地的尺子。他不再满足于天圆地方的模糊描述，而是试图用函数与模型去解构这个世界。在拆解完这些案例后，你会发现沈括身上具备了3个现代科学的核心品质：一、质疑权威，他不迷信古籍中关于天象的解释，他只相信眼前的证据；二、跨学科联想，他能极其自然地把划船的力学和凹面镜的光学联系在一起，能把螺蚌壳和山脉地质联系在一起。三、时间尺度观，他跳出了人类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周期，以万年为单位去思考大地和气候的变化。沈括就像是那个时代唯一的觉醒者。当所有人都在故纸堆里寻找治国理政的微言大义时，他却孤身一人在大地的褶皱里，在光影的重叠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宇宙运行的源代码。沈括并不觉得研究科学和欣赏艺术是矛盾的，相反，他极其巧妙地把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带进了音乐、医学、民俗甚至神鬼异闻里。在这一部分，沈括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理性如何为生活增添厚度。北宋的文人大多懂琴，但沈括听琴的方式很特别，他不仅听旋律，他还在捕捉和计算物理频率。在《梦溪笔谈》中，他记录了一个极具创意的实验。为了研究弦乐器的共振现象，他捡了几个小纸人，小心翼翼地放在琴弦上。当他弹奏其中一根弦时，发现与其音律对应的另一根弦上的纸人竟然会神奇地跳动起来，而其他弦上的纸人却纹丝不动。这个实验被后世称为纸人共振。沈括通过这个视觉化的实验，精准地揭示了物理学中的频率耦合。他用一种近乎游戏的方式告诉世人，音乐的美本质上是物理规律的共鸣，这不仅是艺术，更是可以被观察和复现的自然力。作为一个实干派，沈括对医学也有极深的造诣，但他研究医学的角度非常独特，他最为关注药效的确定性。他在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药材市场的乱象。他发现很多医生开方子很准，但病人吃了没效果。经过排查，原因出在药材的采摘时间上。他记录到，很多草药在春天采摘和秋天采摘，其药性是完全相反的。他强调，用根则必待苗枯，而用花则必待包拆而收。他甚至详细记录了不同产地的地质条件如何深刻地影响药效。这种对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关注，让中医从一种玄学式的感悟向一种可控的科学实践迈进。沈括在晚年还编纂了《良方》等医书。这种关注个体痛苦的温度，正是他理性外壳下的柔软内核。《梦溪笔谈》里记录了很多奇闻异事，但沈括的写法和《聊斋志异》完全不同。当别人在惊叹鬼神莫测时，沈括在试图用物理学去解构现象。比如他记录了一次罕见的球状闪电，当时闪电击中了一户人家。奇怪的是，木质家具完好无损，而挂在墙上的宝刀却瞬间化成了汁水。大众观点，这是天火，是神灵惩罚。沈括观点，他冷静地观察到，金属的熔点和木头的燃点不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冷熔现象。虽然受限于时代，他无法理解电流和电磁感应，但他坚持从物质属性出发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归咎于鬼神。除了这些，沈括还像个文化博物馆馆长，他修正了当时乐律中错误的音阶，记录了北宋宫廷仪仗的繁琐细节，甚至还聊到了当时人们如何踢蹴鞠，如何玩某种棋类游戏。对他来说，
生活本身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他用这种地面视角告诉我们，一个科学家的世界里，不应该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还应该有丝竹之声、草药之香和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在拆解完这个部分后，你会发现沈括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审美理性化，他欣赏艺术，但更想搞清楚艺术背后的底层逻辑。第二，实践人文化，他的一切发现最终都指向了如何让生活更好，让药更有效，让因更准。第三，思想去魅化，他用观察和逻辑把人们从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中剥离出来。沈括的这种杂学实际上是一种全通型的人格，他向我们证明了，当一个人拥有了科学的眼光，即便是最平庸的生活琐事，也能焕发出迷人的理性光辉。当我们合上梦溪笔谈，心中往往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沈括这位孤勇天才的深深敬佩，也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回望沈括，他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他更像是一个投向未来的坐标。现在，我们要聊聊沈括留给现代人的精神遗产，以及他没能完成的那场科学革命。为什么中国没有独立诞生近代科学？这是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通过梦溪笔谈，我们可以窥见其中的端倪。沈括的观察极其敏锐，实验极其精准，但他始终停留在经验的巅峰。他发现了磁偏角，但他没有去深究的磁场的数学模型。他记录了石油，但他想的是如何制墨，而不是能量转换。这就是中式传统科学的特点：重实用，重观察，但轻理论，轻系统。沈括就像一个拥有顶级装备的探险家，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座座金矿，却没能绘制出一张覆盖全球的地图。这种点状爆发的科技树，在缺乏严密数学推演和逻辑体系支撑的情况下，很难演变成一场席卷社会的科学革命。虽然沈括没能建立起体系，但他展现出的底层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降维打击般的启示。第一，数据驱动。在信息茧房严重的今天，我们太容易相信大家都这么说，而沈括在1000年前就告诉我们，即便是10000个人都说磁针指正南，只要你实测它偏了一点点，你就要尊重那一点点的偏差，尊重微小的数据差异是通往真相的唯一路径。第二，跨界建模。沈括的斜杠身份本质上是他的多维建模能力，他能用数学解构建筑，能用物理理解音乐。在这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都成了螺丝钉的时代，沈括提醒我们，真正的创新往往发生在学科的交叉地带。一个懂代码的艺术家，或者一个懂心理学的工程师，才最有机会成为现代的沈括。第三，永葆好奇。沈括晚年在梦溪园的生活其实是很凄凉的，政治上被边缘化，身体每况愈下，但他笔下的文字却从未流露出自怜自哀，反而充满了对新事物的兴奋感。他会因为发现了一种新的草药而欣喜若狂，会因为推算出一个复杂的面积公式而自得其乐。这种对世界永远的好奇，是一个人对抗平庸、对抗孤独最强大的武器。今天我们读这本书，不再是为了学习怎么制泥活字，也不是为了查阅北宋的礼仪，我们读的是一种眼光。这种眼光是透视感，穿透事物的表象，看到背后的物理结构和逻辑系统，是关联感，意识到万事万物之间都有着隐秘的联系，是实证感，不听、不信、不传，除非亲自验证过。沈括在《梦溪笔谈》的序言里写道，这些文字不过是废纸墨的闲谈，但他没意识到，他随手记录下的这些闲谈，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星光。梦溪的水早已干涸，
沈括的骨骸也已化作尘土，但那种中国式的科学浪漫，那种在大地山川间寻找法则，在瓶瓶罐罐里探索真理的精神，却通过这本书流传了下来。当我们处于人生的低谷，或者在繁杂的数字化生活中感到迷茫时，不妨想想这位在梦溪园里挑灯夜战的老头，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世界本身没有边界，唯有观察者的心决定了深度。用心去观察，去怀疑，去实验，去热爱，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真相在等着那一双好奇的眼睛去发现。